今年2024年被封为 AI PC 元年，微软在早前的 Build 开发者大会推出 Copilot 加 PC 的新世代 AI PC 架构，广大许多第三方 PC 大厂，包括 HP、Dell， 还有台湾的 ASUS 及 Acer。但 AI PC 到底是什么？根据微软提出的最新定义 ，AI PC 就是能支援 Copilot AI 功能的电脑机种，算力至少40 TOPS 以上。如果离线使用 Copilot 的机种，算力要45 TOPS 以上，记忆体容量也至少有16 GB， 储存容量至少256 GB， 电池续航力也有要求。那现在 AI PC 产品真的成熟了吗？ AI PC 是一种产品概念，其实不只有 Intel 一家提到 AI PC， 像是 AMD、高通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概念以及产品。AI PC、AI 手机定义，目前并没有对 AI PC 严格的定义，主要指的是具备可以执行生成式 AI 功能的电脑，都可以叫做 AI PC。不过目前我们在电脑上使用 ChatGPT 来生成文字，或是利用 Midjourney 来纹生图，都还是要透过云端来透过大语言模型运算，生成我们要的结果。但是 AI PC 的概念是，不要透过云端，可以在本地端运行语言模型得到结果。在这个概念下，就是用户的终端装置需要有能够运行语言模型的硬体能力才行。事实上，像是先前 Pixel 手机可以在拍照时利用演算法的方式来提高拍照的品质，也可以称得上是 AI 手机。不过 AI PC 目前的定义其实并不算明确，要在 PC 笔电上可以独立执行到什么程度的模型，并没有一个规范，因此最后又回到硬体本身，看 Intel、AMD、高通或是 NVIDIA 这些硬体厂商本身的硬体可以执行哪些功能而定。例如微软现在就宣称 AI PC 必须能支援 Copilot AI 功能，并宣布各种支援的第三方大厂机种，例如 ASUS 的 VivoBook S15、S5507， 这款笔电也是我目前观望中，详细的规格内容及购买链接可以至描述栏观看。这些由领导厂商所定义的市场规格，其实就是一种标准。那么我们要如何判断一台电脑支援哪些 AI 功能呢？主要需要查看其硬体上的 NPU、Neural Processing Unit 神经处理单元的规格。如果你对 AI PC 感兴趣，特别是 ASUS VivoBook 系列，可以查看我们的描述栏连结。这些规格可帮助你对有购入电脑基本的概念。只有 AI PC、AI 笔电才能跑 AI 模型吗？不是，就像你现在就可以用自己的电脑买一张好一点的显卡，去安装 Stable Diffusion 来跑纹身图，甚至不买显卡可能也可以用内建显卡来跑，差别就是在于速度以及跑出来的图片的精致度。同样的道理，其实就算没有加入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的 PC， 只要符合规格，一样可以跑 AI 模型。问题就差在于速度以及功耗。什么是 NPU？ 过去我们看电脑、手机的功能是否强大，主要是要看 CPU 处理器的能力。之后因为开始有了电玩游戏的需求，因此又要看 GPU 图形处理器跑不跑得动游戏，是否支援游戏的某些特效功能。同样的道理，现在来到了 AI 的时代，又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NPU、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 让你的创作更上一层楼。神经网络处理单元，也就是可以支援 AI 模型的单元，让手机或是电脑可以实现更强大的 AI 运算能力。目前有哪些支援 NPU 的笔电平台？ Snapdragon X Elite， 专为 AI 打造的 Snapdragon X Elite，AMD Ryzen 7000系列，AMD 2023年初发布的 Ryzen 7040系列处理器， Ryzen AI 驱动的加速功能目前也已有100多个，尤其是在 Adobe Photoshop、Premiere Pro、After Effects、Lightroom 等创意设计软体中，大量的日常操作都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效率提升。Intel Core Ultra 系列，再来就是最新的英特尔代号为 Meteor Lake 的 Core Ultra 行动 PC 处理器，不止内建 CPU、GPU， 还整合了一个可用于推论加速的 AI 引擎 NPU， 来提高这款处理器对于生成式 AI 的处理能力。这也是为英特尔首款整合 NPU 的产品。在最新推出的 Core Ultra 系列笔电处理器，同样是采用混合大小核心设计，提供最高16核心，包括6个效能 P 核心、8个效率1核心，以及2个超低功耗1核心，最高22条执行序。透过新一代 Thread Director 技术，可以更精准地分配运算任务给不同形态的核心，以达到更高的系统效能与电池续航力。随着 Intel Core Ultra 处理器正式推出，搭载最新处理器的 AI 笔电也陆续推出，将推出230款产品，并预期在2028年时 AI PC 将会占据 80% 的 PC 市场。Windows 11的 AI 功能的支援，
虽然说大多数人对于 AI 应用的想象不一样，也不确定会需要用到什么与 AI 相关的功能，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 Windows 与 AI 应用的相关功能。毕竟微软算是最积极拥抱 AI 的厂商之一，而 Windows 也是最多人用的作业系统，因此是否支援 Windows 的 AI 功能，或许会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重点。无论是 AMD 或是 Intel， 其实都有跟微软进行合作，支援 Windows 还在发展中的 AI 创新功能，像是 Ryzen AI 在 Win 11升级之后，就可以支援后者的 AI 创新，比如 Windows Studio Effects， 该模组可以加速这个应用中的自动取景、背景模糊等功能。除了 AMD 之外 ，Intel 的处理器也会增强 AI 资源，代号 Meteor Lake 的14代 Core 中也会有专门的 AI 加速功能，直接内建 VPU 单元以加速 AI 应用。但是这就回到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这些 Windows 11或是12的 AI 功能真的值得你升级吗？以目前看到的资料来说，像是微软主打的 Copilot， 其实背后是用到 ChatGPT 的服务，基本上这跟你有没有 NPU 无关，用了 NPU 也不会跑得比较快。而现在能支援的 AI 创新功能，就只是一些不同应用程式加入的一些 AI 工具罢了。比如前面说的 Windows Studio Effects， 这是给 Windows 相机用的模组，有了 AI 资源可以加速这个应用程式中的自动取景、背景模糊等功能，其实不是什么很吸引人的 AI 功能。因此，以目前 Windows 需要用到 NPU 加速的 AI 功能来说，微软这边还没有亮出一个很重要，让用户觉得不得不升级的杀手级应用程式出来。虽然现在有厂商跟业者喊出2024年将会是 AI PC 元年，那么 AI PC 产品真的成熟了吗？其实这个问题可能要打一个问号。业者喊出这个口号，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是过去1年以来 PC 的销售量已经持续低迷太久，急需一个明星产品来拉抬整个产业。而 AI 也的确是一个重量级的议题，足以承担这个重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AI PC、AI 笔电能做什么？这个目的还含糊不清。你跟100个人提到 AI PC 这个名词，可能有100种不同的想象。有些人买来可能觉得可以在上面立刻可以不需要上云端，在本机 AI 生成图片。有些人可能想的是在上面跑类似 ChatGPT 的文字生成服务，甚至建立自己的 ChatGPT， 或是有些人想要拿来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甚至有些人想的只是想要直接能用 ChatGPT， 或是使用 Windows 11的 Copilot。但是事实上，这2个服务目前根本不需要买什么 AI PC 就可以用。以 AMD 以及 Intel 来说，目前2家厂商在谈到自家的 AI 引擎，都是以进行式在谈的。他们同时与不同的厂商以及开发者合作，让自家的 AI 技术可以支援更多的 AI 服务以及应用，再透过合作的方式来修正自家的 AI 引擎。其实先前 AMD 的财务长在巴克莱全球科技会议就分析过，虽然 AI PC 的终极目的是让许多 AI 任务可以在装置端执行，不用上云端，但是他认为真正可以成熟的时间点应该不是在2024年，而是要到2025年。目前看来似乎也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资深的新阶级的 AI 使用者，你可能会比较清楚购买一台 AI PC、AI 笔电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帮助，那么你应该会想要很快入手一台。但相对来说，如果你现在不清楚 AI PC 笔电能带给你什么帮助，那么入手一台产品则也不会因此就帮助你的 AI 技能加分。毕竟买 NPU 跟 GPU 不一样，你买了显卡，你可以期待为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提升一定的效能，但是有了 NPU 并不会让你在跑 ChatGPT 或 Copilot 时回答快1倍，或是 Midjourney 出图数更多，但的确可能可以让 Stable Diffusion 跑更快。今天的我们深入探讨了目前市场上支援 NPU 的笔电平台，包括 Snapdragon X Elite、AMD Ryzen 7000系列以及 Intel Core Ultra 系列，这些平台都在积极推动 AI 技术的发展，并且与微软合作，支援 Windows 11的 AI 创新功能。然而 AI PC 和 AI 笔电的真正成熟还需要时间。虽然2024年被称为 AI PC 元年，但实际上这些技术可能要到2025年才能真正成熟并普及。对于进阶的 AI 使用者来说，这些新技术可能会带来显著的效能提升。如果你对 AI 技术有深入的需求，这些新平台无疑是值得关注的。近期在观望 Asus VivoBook AI 笔电系列，会再做部影片做开箱，敬请期待。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和问题。这里是炫创意，我们下次见啦。